你不能再跑了。等等，乖姐。大哥，大哥，大哥，大哥怎么了？不知道呀，会是上一次受的伤还未愈合？啊！公爷，你不是应该在宫里督察执岗吗？小公子自从进入新兵营，便日夜不停操练。他肩上的旧伤复发，也没见他歇息过。说完了。小公子这样日夜不休，您看，要不要派个人传个话，叮嘱一下？他去从军，受苦是应该的。是。那属下告退。方大人，方大人，张大人，福大人，跟我走。这里是营中，有军令军纪的。那依军令军纪，我是你的什么？馆长。黄泉营参军方海市。是。跟我走。方大人也太威风了。方大人是大哥的兄长，又是舍生校尉，自然威风。你干什么，方卓英？方海市，你几日几夜不吃不喝，只知道在教场操练，你知不知道这样会出人命的？你过来，让我看看你的伤。别碰，我没事。旧伤叠新伤，我问你要不要命了？你可别吓唬我啊！我身上的伤加起来还没你一半多呢，我且死不了呢。再说了，行伍之中不操练，如何得进矣？你就这么想立功吗？当然了，功名仕途，那都是束缚人的金笼子罢了。就这样和我和师傅一起办差，在疾风馆尽忠尽孝，不好吗？尽忠尽孝。当然，师傅对我们虽无生恩，但有养育之恩，我们日后自然要在他膝前尽孝。膝前尽孝。我问你，他比你才大了多少？他也才大了我多少？海市，就包括你跟着他的时候，他自己也是个半大的孩子吧？方海市，青海宫，方建明，方大人，从来都不是我的父亲。你怎么能说这样的话呢？我说的是实话。方大人，方大人，方大人，你们几个在这鬼鬼祟祟的做什么？启禀方大人，海石大人是我们的大哥，我们担心他的伤势，所以才会出现在这儿。对，既然你们这么关心他，那平素里就要劝导他，不要这么任性。还有，他现在受伤了，如果没有其他的事情，就不要来打扰他，知道吗？是，是的，方大人。公爷，真的不用咱们去关照一下小公子那边吗？
师父，我该走了，再不走，宫里落锁就出不去了。出不去就别出了，我去叫人给你拿新的。方建明，你别走。师父，我好喜欢你，师父，喜欢到你要离开，我就好难过。你知不知道，师父？师父，哎，大哥，大哥，你没事吧？大哥的大哥吩咐过，不让我们打扰。这不做了这么多好吃的，也没敢叫你。我桌上有碗粥，你没有看到有人进来过吗？粥是我们做的呀。是啊，我们一大早就等在这儿了。除了刚刚吴恙送进去一碗粥，我们连一只苍蝇都没放进去。对，是啊。我知道了。方大人，张大人请您去主营帐。我即刻就来。是。张大人，方大人，你身上的旧伤可否好些？劳烦大人挂心，昨夜上了药，歇息了一夜，已无大碍了。这样就好。大人这次找我来，是有何紧急的要务吗？明日咱们开拔北上，前往黄泉关。我想，如若方大人的伤势未愈，要不要就留下休养些时，再率小队人马跟上？方大人，你怎么想？我已无大碍，可随大队人马共赴黄泉关。好，今日休沐，士兵们皆可以回家与家人告别。方大人要不要回济风馆向青海宫和方卓英大人告别呢？这天启城与黄泉关相隔千山万水，下次相见，又不知是何年月了。师父，师父最近身体是否无恙？差事都还顺利吗？卓英跟哨子哥他们侍奉的是否尽力？都好。我此番来，是来跟师父辞行的。既然来了，就陪我下完这盘棋吧。来吧，哎，往哪儿跑？哎呦，来吧，哎呦，哎呀，哎，陛下，这刘姑娘还真有些本事啊！您瞅这小东西儿，这眼瞅着它就活过来了，嘿，这活蹦乱跳的。朕看这兔子是成精了吧？把你们一个个都迷得五迷三道的，玩物丧志。陛下，这天底下多是像老奴这样的庸碌之辈，像陛下您这样龙章凤姿、英明强干，
咱们哪能跟您比呀？来吃吧，别跑了啊！启禀陛下，医官院李御医求见圣驾。他来干什么？要不老奴去把他回了。宣吧。哎呦，来，哎呦！臣参见陛下。说吧。启禀陛下，淑容妃状况不大好。如何不好？手要不成事儿了，虽用了药，但落下病根儿，恐是难免。不是已经治了吗？要你们干什么似的？这点小伤都治不好。治是治了，但淑容妃每日仍坚持雕刻，手若不得休养，就……陛下，这样恐怕不行啊！淑容妃，您这样没日没夜的刻，手怎么消受得住啊？就当奴婢求您了，歇会儿吧。咱们这样提心吊胆的，您就当怜惜咱们了。陛下，陛下，参见陛下。免了。刻了多少了？已经刻了大半了，再给臣妾1旬的时日，即可刻完。朕原本只是随口一提，竟没想到淑容妃是个有幸之人。人无信而不立。提兰答应过的事，没有随口一提的说法。可惜了，这些沾上血的，脏了。小时候你陪我下棋，有时候急得哭起来。现在才过了几年光景，棋力长进了，都有发呆的余暇了。这一手下得太急了，下棋需依理而行，不可无理强行，要入静移缓了。宁弃庶子，不失义先，这是师傅教给我的。眼下师傅既没有把握一口吃掉我，又不能容忍我扬长而去，待要如何？你在想什么？我在想，师傅在想什么？师傅昨日去过营中，为什么要去看我？为什么要留我下棋？师傅现在一定想说，若是这黄泉阴参军我做得不舒服，不如就留在天启城，帮我另做安排。公爷，少府见把小公子的锦服送到这边来了，现下还等着回话呢。师傅，我该走了。此一去，归期难测。有些话，还是直接对师傅说的比较好。我对师傅不一样。
所以师父万万不可再往前走，哪怕半步。不管是出于从小看我长大的情谊也好，对我关爱的拳拳之心也罢，都不可以。若师父再走半步，只怕海市会说出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海市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，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。一局尚未收官，我若当真一目半目与师父计较，未必会输。臣妾这就去把手洗干净，重新雕刻。站住！你以为你在做什么？故意把手用废了，好让众人议论朕刻薄寡恩是吧？哗众取宠，不知所状。陛下！陛下！陛下饶命！淑容妃绝不是有意损伤圣体，陛下饶命！来人！淑容妃忤逆失仪，定是身边的人有所挑唆。把这2个贱婢拉下去，杖毙。陛下饶命！陛下饶命！我的奴婢虽死不足惜，但只剩下淑容妃一人，孤苦无依。淑容妃多加保重！淑容妃一定要多加保重！陛下恕罪。慢着！提兰并非忤逆失仪，而是有一物想要呈给陛下，请陛下容臣妾去取。龙尾神在上，若提兰真有不臣之心，情愿天雷气灭，神灵不佑。初到大征，见到陛下时，提兰很是怨恨。我自觉孤苦伶仃，受尽搓磨，活得很难。但是现在，提兰不怨了，因为我知道，陛下过得也很难。命运剥夺了您的快乐，也剥夺了我的快乐。提兰不是子赞阿姐，陛下不喜欢提兰，
故有无缘与您相知，但提兰还是可以再做一枚龙尾神吊坠，让这个吊坠和您的那个结个伴儿吧。也希望陛下的心里不要再过得这么苦了。很干净的，并没有沾到血。你这么一次次戳痛朕的伤口，不怕朕杀了你吗？龙尾神在上，神待众人都是一样的。今日陛下若一定要杀了提兰，那也是提兰命里逃不脱的事。只是陛下不要再牵着其他的人进来了。吊坠就不必了，那3万个龙尾神也不用刻了。陛下如何处置这2个婢子？把他们同淑容妃一同送回玉渊宫吧。是。你可来了，走吧。嗯。2位方大人，是内官。小公子，您瞧，这锦服当真好看得很。那是自然，您是青海宫的得意门生啊，这一应一物必须是最好的。小公子，快试试这锦服合身不合身呢？这锦服我便收下了，试就不必了。您送来的肯定没问题。这锦服我要留待日后重要的场合再穿。是内官好偏心呐。大公子莫着急，也有您的，您这边瞧。您这件也是1顶1的好手艺啊！哎，看，黑底金线，更能衬得您气宇轩昂啊！您瞧这鹰隼，跟活了似的，一双锐眼像盯着人不放啊！啊，大公子。嗯，合身。何止是合身呐！2位有所不知，前阵子昶王闲走到我那少府监，看见这刘姑娘起的绣稿，便硬嚷着说这鹰隼是照着她养的那个绣的，这件衣裳该归她。老祖宗规矩可是不准携带鹰隼进宫的。再说了，这刘姑娘怎么会见过昶王殿下的鹰隼呢？我好说歹说，这件衣裳是由西南雷州驻辇贡上的精细铜线绣制而成的，虽然闪亮动人，却沉重得很，有粗粗拉拉的扎人。这武将穿着倒也罢了，万万配不上昶王金贵的气质。还是等心思骚下来，让这刘姑娘给她绣一个细软密实、活灵活现的，再给她送过去。我这好一顿奉承啊，她这才舒坦了。这位王爷呀，真是啊！不敢怠慢了大公子，这件衣裳上的鹰隼确实出自这刘姑娘之手。为了2位的衣裳，这姑娘真是煞费苦心，没日没夜的绣啊绣。那可不行，累坏了身子怎么办啊？这衣裳，我一定要等到重要的场合再穿。哎呀，小公子明日便随军驻守黄泉关，闲杂人等不得前去相送。哎，我在这儿先给您道个吉利，也请2位代我向青海宫问个好。
我这便告退了。告辞。谢师内官。哥，你听没听过一句话呀？叫有花堪折直须折，莫待无花空折枝啊。你懂什么？哼。方中英，方中英，你不好意思啦。二位公子，公爷说天晚了，明日便要开拔，让小公子在昭明宫留宿一夜。留宿？这哪有我的住处啊？哎，无妨，把我那间让给他，我跟哨子哥挤一挤。公爷早已安排好了，他说公务繁忙，夜里回不来了，小公子可以住他那一间。住？为什么不住啊？正好晚上咱们一起喝2杯。师傅，我该走了。此一去，归期难测。有些话，还是直接对师傅说的比较好。我对师傅不一样，所以师傅万万不可再往前走，哪怕半步。不管是出于从小看我长大的情谊也好，对我关爱的拳拳之心也罢，都不可以。若师父再走半步，只怕海市会说出不该说的话，做出不该做的事情。如果这样的话，海市只能一辈子熬在关外，没办法回来再见师父。海市，半步不远，奈何你遇上的是我，一副残躯，命不由己。当年夷王以讨逆之名作乱，屠戮宗室，鞭挞黎庶，残害良者。太子伯耀宣称与国共命，悬梁殉国。巴须与我百无凭靠，奋毕生之力，只为挽家国危亡于万一。
见尽头的远路上，她和子簪姐姐是我仅有的同路人。可我却因为方家之祸，一时冲动，提前合围，不仅害死子簪姐姐，也害阿旭命悬一线。为了稳定军心，不使局势再度反复，为了不让此前的所有努力付诸东流，也为了留住我最好的朋友，我成为了阿旭的白皙，从此与他命运一系。他的伤痛、厄运都由我来替他承担。还是，如果没有你，大概我会在这样的命运里了然一生吧。可有了你，更让我明白，什么叫虽然无悔，但却有憾。还是，对不起。还是该整装了。是。今日卯时3刻，便要到朱雀门列阵。虽你秉承了上命，大家都对你客气，但不可以怠慢。一晚上思苦，抬头月阵阵如诉，触不到这能与父同住。心事点红烛，燃年华到迟暮，跟着你有声不散虚度。想做你的归途，与你掌灯为你读，无为情事，或是一本泪目。愿我一世追逐，不染尘土，有情自交付。愿我不念旧路，细雨朝暮，江山寒风骨。愿我青春皮肤，回忆一股，落魄也投入。承蒙你的倾慕，最后如最初，一生一次。好了，师父，这扳指贵重，带到战场上，唯恐碎了，还是还给师父吧。师父，可还记得以前教我的行行重行行？
师父保重。还是齐捐勿负道，努力加餐饭。师父保重。子尊，你走了以后，格尔种树，悉受朕言。今日告庙，祈愿诸君专任有功，以征不义，截诸暴慢，以明好恶。着令青海公代行骂夷，代祭牙旗，钦此。行骂夷。跪，拜，行，平身，祭旗。无报神奇，无形田猎，无悔土公，无凡无强，无曲和属器械，见其老幼，奉归无伤。虽遇壮者，不教勿敌。以上，赏不逾时，罚不牵列。是。陛下，千秋万岁！陛下，千秋万岁！礼成。青海公，老奴先告退了。献报称，新兵营近日将到达黄泉营。知道了。
记得史书上说，端朝的末代影帝慕云生，最终在退出天启城的那一日，秋高风急，午后不知何处起了火头。到次日拂晓，炎焰已光照百里。正在想，当年烈火焚城那一夜，天色也不过如此吧。陛下今日让臣过来代行骂役，不会是为了在此处怀古吧？子丹曾说，最爱这天启城秋日里的落日融金。他说这金色给人灿烂辉煌的繁荣之感。夕阳是美，日晚灵歌唱，烽烟满夕阳，日升日落，周而复始，终究只是寻常人家才能期盼。你想说什么？你又想教训朕？臣不敢。臣只是觉得生于皇家，无法掌控命运的你我，不应该再有所期盼。该放手的，终究要放手。陛下觉得呢？建明，你年少时可不是这样。从几时起，你变成现在这样了？若万是真的可以放手，那你的心里难道空无一物吗？有。臣的心里有念想。陛下，从此望去，你看夕阳跟天空遥遥相接，似乎一体。它们是否可堪相配？看似相继，相隔却远。自大征立国以来，历代的君主与流觞方士的家主就结下百隙之情。于我来说，求得太多，靠得太近，只是伤人伤己。如果你的哥哥们不死，朕的哥哥不死，站在这里的本不该是。陛下是天命所归，可你没有问过我愿不愿意。我不愿意，我从不愿意建明做我的百戏。是臣的意愿，一切都是臣的意愿。我们要学多久才能绣成这个样子啊？绣的可真好。参见青海公。公爷，居点一，我有话跟你说。刘儿，上茶。不必了。点一，公爷，父亲既已去了，我说过，你不再是我的家臣。我们只是暗卫营的同僚，这声公爷，倒是不必。那，今日您来灵锦寺，是有公事？居点一应该知道。建明承继了爵位，所以你我之间的旧事被重提了。今日来此，我是想说清楚。自从慈亲去后，我曾立誓，不藏私，不成家，以身奉国，立功自效。我们父母那一辈虽有前约，但你我之间本无约定，希望你不要自误。原来，青海公到此，只是为了告诉琪琪这些。
典一，不要误了自己。贾海公放心，姐姐都懂，姐姐从来别无他意。那是我叨扰了，我有公务在身，先告辞。靖海公，这么多年，七七早已经习惯，早就当您是七七的，把您当成七七的兄长。典一，要不先回房歇息吧。回去吧。姑姑，您的脸色不太好，要不要刘儿去请医佐过来把把脉？去拿个火盆来。姑姑，您要做什么？是冷吗？火盆。是。慢点啊，这桌子，哎呀，一个人拿不了，两个人拿。哎呦喂，这可是海市最喜欢的东西，你可别给我摔了啊！哎，好的，大公子。师傅，海市的东西都搬过来了，照您的吩咐，按照旧馆的样子大概置办呢。这海市肯定高兴坏了。师傅，徒儿有一事不解。海市说，您之前让他留在旧馆，是为了方便办您的婚事，而后又说不用让他办您的婚事了。这现在他所有的东西都搬进了昭明宫，这三番两次的，是为何呀？是他想多了，很多话我都未曾说过。我未曾说过，那又是为何？
那是为何？给你。怎么了？咱们自东南向西走，每年10月大雪封山之前，都能遇见那些不怕死的雷州商旅，赶着运红花、吉贝和麝香金甲满。按说今年黄泉关共有13万人马过冬，胡库人也不会捡这个时候来啃硬骨头。汉州的路上该更安全才是。可是这一路上静得出奇呀，祝捻人、尼华罗人、南皮人一个都没有。你的意思是，胡库人已经到了黄泉关？他们要是攻打黄泉关，我们过双环城时就该有消息。可是这个世界，戈壁沙漠里所有的祭泉都该干涸了，除了走毗罗山域沿河一带还有水草，其他地方都光秃秃的，又险峻无路。他们不闯黄泉关，那还能去哪儿呢？下雪了。这才9月末，这边竟下雪了。冰川，对，怎么下雪了？他们是从冰川上来的。冰川，那里人可以通过吗？这几年来，冰川多少有所消融，天气变暖，冰舌与岩石之间那些数丈深的深下，渐渐被水携泥沙填补。冬季再冻结起来，就平缓得多。但是，这样的话，冰川便容易滑动崩塌，根本无法行走。若是震动太大，还会引动山上的雪崩。因此，咱们在冰川前的水井屯才驻扎了不到2000人马。可是今年，汉州8月末就下了雪，胡库人那边怕是9月，不，8月底就被雪埋了草场。这么几十年一遇的寒冻天气，冰川都被冻得结结实实。除了走毗罗山域和黄泉关以外，这冰川就是最好的一条大路。再加上地势崎岖，容易遮蔽人马。换了我是胡库人，我也宁愿走冰川。他们带的粮草定是不够的，所以一定会去掠夺。是。从冰川出来后的20里便是水井屯，那里驻军不到2000，屯垦的百姓也只有2000多人，东西来往的商旅全在那里补给。咱们现在离黄泉关250里，离水井屯170里，还压着13万人过冬的口粮。张大人，你先押粮回营吧，我带人去水井屯。你这是出阵，又没个人带领，这为何要人带领？我们几个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对，我们跟着大哥便是了。张大人，13万人的冬粮都压在你身上，自然不可分身。但这水井屯也不能见死不救，都是大征的将士，不能伤了军心。粮草要紧，还是先返回本营，再派人前往水井屯。到了营里再派兵，就怕是来不及了。李副将、郑副将，末将在。你2人率2000人马，听从方大人调遣，前往水井屯救援。是，我们一同前往。还有我们。张大人，我去了。
所有人准备出发，明晚天黑之前一定要赶回本营。师傅，黄泉营新军的消息到了。新军已经到达了汉州的戈壁，再过2日就到黄泉关了。总算要到了。黄泉关那边有什么异动？师傅，现在那边并没有新的消息。汤将军，张大人，福大人，黄泉营新兵与过冬粮草均已安全抵达。任重道远，有劳2位大人了。怎么不见新任黄泉营参军方海市？得知水井屯有被袭危险，方参军前往救援，军情紧急，未能通知将军，还请将军恕罪。没想到方参军去了水井屯，水井屯确有战事，我等到营房再议。